那个其他的一些自己的操作或想法的话，或者甚至想要在大跌日又想要抄底，想要有一些其他的骚操作，我强烈建议你，去搜索我推特里面的以前的，我能清楚今天我能做什么，我非常清楚今天我该做什么，我非常清楚未来我可以做什么，但我不会提前去跳大神一样。提前去猜一个数，然后到了那个点我怎么样，到了那个点怎么样？我不是神，没有人是神，没有谁可以去这样去让市场摆布市场，谁都做不到。即便你掌握，我告诉你，即便你掌握全部的市场信息，你是做市商，即便是你掌握了95%的筹码，剩下5%的筹码是散户，你都做不到能猜到顶跟底。大家信吗？就是你即便掌握95%的筹码，你都做不到，何况比特币这么分散的筹码方向，谁能预测到？但是最核心的是，千万不可以去通过浮亏扛单来去赚那点蝇头小利任何的一种变相的马丁都是早晚要全部亏完的。好久没开 Space 了，今天正好趁着大跌日，然后聊一下，然后也录音了。如果大家明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听录音，时间也比较晚。因为已经大跌了好几天，然后也正好在。比特币在退场期如期的向下爆破中，那事实上处于这样的状态，我看到有很多人，包括有一些老的币圈有一些老人在做什么，可能有一些人又关注了很多所谓的很胜率很高的 KOL 呀，甚至还有做跟单呀，甚至还有操作，呃，说什么之前从来没有亏过呀，结果在这几天都损失惨重，那。呃，没有必要在大跌日去捧谁或者踩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方法论上的更新。我非常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大跌日，如果你有意愿，甚至你还亏钱的话，尤其是我相信我的星球们的朋友们肯定不应该没有什么亏损，因为退场期我是一概是要求大家所有人是不能上仓位的，不准上。你的仓位在退场期实际上早就应该归零了。那么至于上一轮涨幅中，最佳性价比止盈点也是在5月12号啊。那5月12号大部分我的朋友们基本上也都撤了。那事实上等到最后退场期第一天的都比较少。那退场期第一天如果还没有全部清仓的，那你真的应该思考一下，你之前的交易体系是不是完全没有去学会整个场外体系的里面的大致的框架是不是完全没有搞懂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看看。怎么一下子这么多机器人在下面评论？我还以为是谁呢？OK，我继续聊。那么事实上，如果说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已经，按照我们的场外体系的操作来做的话，事实上你早就应该清空了，或者是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操作的方式的话，你也不可能持有多头，你也不可能持有多头，你顶多是按照期权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进行一定的操作。所以这段时间对我的朋友们，我相信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整个市场是风声鹤唳，以及产生了非常多的恐慌。然后这2天我知道很多的，做的很好的一些 KOL，好像这几天，刚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好像浮亏了270万有，然后已经结算的损失可能要更大，已经结算的可能也得接近200左右，那。如果说这么一轮向下的插针就造成这样的损失，那我觉得这个交易体系问题也真的有点太大了，这个交易体系真的有点太大了。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在这段时间仍然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自己的操作或想法的话，或者甚至想要在大跌日又想要抄底，想要有一些其他的骚操作，我强烈建议你，去搜索我推特里面的以前的长篇的文章，就是为什么不让你抄底为什么不让你抄底那篇文章，抄底是中国的交易者非常愿意犯的一个极端错误的一个操作很多的人都是因为抄底抄死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之前我在那篇长文里面写的内容的观点，我务必希望你们再看一遍，然后加深你们的理解。然后在那个的理解之上，我还要再给你们强调一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学的概率问题。在一个上升趋势中，我问大家，在一个上升趋势中，如果你不停的做买方，一个上升趋势中，如果你不停的做买方，你是不是只有一个点你是做错的？就是那个最高点，你是错的。
就只有那一个时间点之下你才是错的，因为之后全都是跌的。但是除了那个点之外的任何一个点，你都是对的，对吗？那如果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啊，就不说场外指数这么明显的，场外指数已经非常清楚的早就告诉你5月11号就已经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已经是最佳性价比止盈点了。我的朋友们肯定早就走了啊，那大家在星球里面肯定是撤的七七八八了。但是等到退场期第一天的时候，我相信市面上是个人就看出来这已经是下跌趋势了呀。那么下跌趋势同理，如果你在下跌趋势里面做买方，你是不是只有一个点才是对的，就是那个最低点？除了那个最低点之外，你全都是错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一个数学概率的一个分布问题。如果说你重点，大家先去看我之前关于不让大家抄底的那篇文章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是首先我们不能产生浮亏。很多人的高胜率是怎么得来的？你看很多所谓的 KOL 这段时间跑出来的 KOL，甚至做跟单的，上的仓位特别重的，你看他们的是怎么跑出来的？都是扛单扛出来的。这样的扛单早晚会完蛋。因为本质上都是变相的马丁。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是在做变相的马丁，早晚有一天你会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一定的。你只要敢这么去做，早晚有一天你的仓位会一点都不剩。只要你的账户是通过不停的产生浮亏，通过不停的产生浮亏，不停的产生扛单，最后扛出来赚了那点蝇头小利，你再把它给吃到手，那么早晚有一天你的账户会出现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猜到这个市场真正的底真正能达到多少啊！就即便我做了交易这么多年，但是我只能通过贝叶斯式的概率更新，我能清楚今天我能做什么，我非常清楚今天我该做什么，我非常清楚未来我可以做什么，但我不会提前去跳大神一样啊，提前去猜一个数，然后到了那个点我怎么样，到了那个点怎么样？我不是神，没有人是神，没有谁可以去这样去让市场摆布市场，谁都做不到。即便你掌握，我告诉你，即便你掌握全部的市场信息，你是做市商，即便是你掌握了95%的筹码，剩下5%的筹码是散户，你都做不到能猜到顶跟底，大家信吗？就是你即便掌握95%的筹码，你都做不到，何况比特币这么分散的筹码方向，谁能预测到？啊，当然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远期的一个概率，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人真正能通过这个来去做交易，能够盈利啊。如果你通过这种跳大神的式的方式去操作你日常的这种仓位的话，那早晚也会爆完。但是最核心的是，千万不可以去通过浮亏扛单来去赚那点蝇头小利啊。任何的一种变相的马丁都是早晚要全部亏完的。如果你发现你的操作中日常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浮亏，那么你的操作一定也是有问题的。啊，不管你是通过所谓的网格策略，还是所谓的马丁策略，或者是你通过越跌越补，越跌越补啊，然后最后就补出了一个所谓的要把成本价拉低，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一定要记住，在市场里面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跟大家讲这样的话，因为在中国，我从文化属性来讲，中国有点我这里是对中国的文化其实没有什么贬低性的东西。我认为中国文化非常深的受易经的影响啊，易经民族，你可以称，因为易经是中国的万经之首，你可以称中国是易经民族。而易经民族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思想上的惯性，就是非常执着的相信跌久必涨，涨久必跌。这句话在更高的战略上是没有错的。更高的战略上确实是没有错的，但是不是让你因着涨久必跌，跌久必涨这么一个所谓的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就让你去因为跌了所以我要做多，因为因为涨了所以我去做跌，你这叫逆势而为，这叫逆势而为。但是易经民族就非常强烈的去有一种执拗的偏见，就是认为跌这么多了，我要抄底。必然要涨，是很有可能有一个修复或者有一个微反，但是那个与在整个大趋势的这种大的宏观下，你去逆着这个操作去做，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行为，而且尤其在中间已经产生浮亏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极端错误的一种操作，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就是日常去习惯于抄底，抄底浮亏，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正常的做法就是要顺势而为你的账户中出现了浮亏，这你就可以理解为操作账户的主动权不在你手里，因为这时候主力或者是其他人正是在做这个操盘手的这些人他们任何时候走，他们都是赚的你的对手盘，他们任何时候走都是赚的，你任何时候走你都是亏的，所以这个主动权不在你手里，所以浮亏你就把它理解为整个战场的主动权如果你熟悉战争史、熟悉历史的话，你会知道主动权实际上非常重要。
主动权非常重要，甚至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舍弃很多仓位，舍弃未来很多的盈亏比来去争取这个主动权，争取这个主动权。同理啊，如果说你中间一直账户大部分是负盈，哪怕这个负盈很低，但只要是负盈，主动权就在你手里。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反正走了也是赚的。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愿意不走就不走，愿意走就走。你怎么走都是对的，怎么做都是对的，因为你整个主动权在你的手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为了这个主动权，我们去舍弃更多的东西，我们去舍弃仓位，也可以舍弃盈亏比，也可以舍弃胜率。主动权就是在我们的交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这是很多人也是很少去提到的。我是个人是非常看重交易的主动权。如果一个操作中发现主动权不在我手里，那么我一定会大幅度的减少自己的仓位或者是直接就认怂就走。必须一个操作，如果一个正确的操作，一个正确的长期的趋势操作，必须从第一单开始，第一次做开始，它上来就是盈利的，上来就是盈利的，而且中间不应该有浮亏，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趋势来下，大家如果观察自己日常的操作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90%以上的错误都可以避免。如果你是一直照这样的操作方式、这样的操作系统来，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对趋势的判断要非常的准确，对趋势的判断必须要非常的准确。那这个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我因为有很多的场外的信息，或者是我自己的操作体系不管是升档理论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当然能够做到。但是对于普通朋友们而言，事实上你也可以在交易中抓到那个独一无二的路径。这个独一无二的路径是有很多的学问的，核心的学问就在于你开仓的那个关键的点和你中间什么时候止损的点这两个点位是中间通向最终主动权胜利的一个关键的路径这个路径是有很多的学问的，这个路径是有很多的学问的日后我有可能会写一篇系统性的文章去阐述这一点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着重的去看一下那么我这几天不知道这个场外这个星球是什么情况，我发布的很多星球的内容好像都审核半天，可能是国内开始对这个开始出现了一些那个审核加深的状况吧，只要是关于美股相关的账号，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可能会我看一下这段时间是不是还能继续稳定如果说在最后实在是不稳定的话，有可能会给星球的朋友们，我专门开一个内部的Telegram 账户，然后给大家分布，在里面分享即时的一些信息，这个都后面再说，目前先这样。今天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更新出来。OK，今天好歹更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今天的场外指数。今天的场外指数，大家会发现今天其实是一个还是在继续负向爆破，对吧？负向爆破，其实负向爆破已经很久了，从哪一天？应该从5月26、27号就已经开始了，这都已经接近1周了，负向爆破那出于这样的状态下，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我的粉丝们不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所谓开多的一些状态，然后再承接负担。结果发现不少人反而就是在前2天，甚至就在前天大跌的前面那一天开始做多。你们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做多吗？因为思维惯性，因为他们在前段时间涨涨跌跌，微微的走来回震荡的这样行情里面，他们习惯了，所以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就是稍微行情跌了一点，然后又涨幅了一点，他们就认为要微反了，就认为要微反了就认为要抄底，然后抄底就开始用马丁来抄，怎么抄呢？先上一个小仓位，然后上在哪儿呢？上一个阶段性的位置，比如说之前不是在75000那个地方磨了半天吗？78000磨了半天吗？在77000这个地方上了一个头仓，在75000上了一个二仓，74000上了一个三仓，然后在74000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74000这个地方又磨了，可能大约是4天5天更加深了它74000是底74000是底，然后越上仓位越大，马丁越上，这个后面补仓补的越大，最后直到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刻？一根针把所有的这个底全扎破。然后巨大的浮亏，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这个直接给怼没了有的就直接爆仓了，有的就直接怼的，就到现在为止都回不了本。这个就是你凭什么就认为行情到这个地方就是底呢？就因为它下不去，这就是底吗？这世界如果是这么简单的一种运作方式，那这钱也太好赚了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哪有这样的事情？
而你不停的去承担这个亏损，不停的去扛这个单，就默认为我不停的在把这个仓位的成本再往下拉，不停的把仓位成本往下拉，而寄希望于未来的行情的变化顺着你的心意来，那这样不这早晚会出大事的。所以我希望就是朋友们一定在这样的行情中去充分的汲取很深刻的经验，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在行情中想当然，怎么可能行情顺着你的思路走呢？我们最好最好，我即便我这么多年，我最多的也就是做到，我到了今天，我非常清楚今天怎么去做胜率怎么去做整个数学期望值是最高的，我是非常清楚这样去做，每天有每天的做法，因为随着每天的场外指数有每天场外指数新的变化，是非常的到一天唱一天，到一天唱一天，每天有着每天自己的固定的操作，但是绝对不意味着我一开始就预测有一个底，一开始就预测未来有一个顶，预测完了之后，然后想当然的就照着那个方向去做，这就是找死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去，包括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我会给大家更新过一些限定点的问题，使得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愿意去问中期限定点在哪，远期限定点在哪。我这确实会产生一个中期限定点、远期限定点，但我不希望大家的交易体系因此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不会更这个东西，我不会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大家的交易没有任何帮助，而且反而会使得你们的操作的体系变形。所以我不会，我后来就不再更这个东西了，尤其是中期限定点是一个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点，但是如果有必要，我可能会在未来的 space 里面会给大家讲，但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大家说，所以这个是关于场外指数体系的一点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因为还在继续向下爆破，那么至少你也应该等到爆破指数从负数变为正数，我们才可以认为这轮差不多企稳了，现在还远远没到，所以千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现在就是底了或者是跌看着今天跌不动了，然后就漠然的去抄底，这就是找死，就是极端的想当然，认为这个世界是错的，我是对的，这就是中二的动漫剧看多了，就完全就是顺着自己的想法来，这就是真的是市场一定会严厉的惩罚这种人。OK，这是比特币我们看一下美股然后先说一下中国的股市吧，中国的股市，然后市场上证已经进入退场期好几天了然后所以连带着包括好像是国内的机器人板块市场也进入了退场期虽然跌也没有跌太多，但毕竟也是进入退场期了但是人工智能可能还保持着场外指数的上涨的状态，我看一下，人工智能应该是还是在多少？人工智能还是在进场期，还没有变成真的退场期。这一轮人工智能在国内的 ETF 走出了一波不错的一波走势，不少人吃的肉吃的挺爽的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场外指数体系在国内的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吧。因为之前场外指数体系没有认真的去抓取过国内的数据为什么不去认真抓？原因是在于国内的这些个股都问题太大了，我之前多次讲过不太适合去做但是现在针对这个大的指数而言，相对来说的操作的怎么说呢？操作的手法不会那么明显尤其是国内的很多个股之前来说，他们的整个操盘可以甚至到了一天之内直接这根针把所有的多空双方全给爆没就是高管胡搞，而且完全没有护盘的意识。那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是不能在国内去贸然的去上的。所以我的之前多次明令过，场外指数体系不能用在国内但是这次是在国内的指数体系上用 ETF 跟指数整个的上证指数这个操作，那是几乎不可能去有个别的人的拍脑袋能操作这样的指数，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适合用于整个场外指数的用武之地就会比较的充分应用的就会比较充分。之后有可能我会再去上国内一些个别的期货国内的生猪指数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要上了，因为最近数据抓的差不多了生猪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是非常好的国内的 CPI 的标的，因为它是国内 CPI 的核心标的，那么原油是美国的 CPI 的核心标的，这两个核心标的都直接预示着未来中国的加息跟减息的节奏那么生猪目前正属于历史上的最低位也不算最低位阶段性的历史低位而且还在跌所以这是一个对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标的吧到时候我会就着这个标的会上一些对它的一些分析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它去理解一下国内的各种资产涨跌可能会尤其是国内放水的节奏会跟生猪有息息相关的影响
这个到时候可能在1个月之内，我可能就会上线了。到时候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关注。嗯，还有地产关于地产的问题，如果大家对这个买房感兴趣了，大家会发现地产指数这1个月，虽然还处于进涨期，但是整个的场外指数跟爆破这几个月走的不是特别乐观，开始有走弱的趋势事实上，整个的场外指数的进涨期已经开始兑现了，因为在过去的1年，大家可以看见国内的很多的地产账号都在写已经进入了小阳春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我知道的是，上海跟深圳相当多的国内的这个房产中介都已经，发布了很多的指示业绩达到了5年内的一个最高值很多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最高很多人都在这段时间买房，但是反而场外指数这个时候出现了遇冷的情况，所以因为场外指数永远是先于市场的他们的这个潮流一定是先于潮流而动的，这里面预示了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所以如果说大家在这段时间对房子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有一些想要去入手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谨慎一点，因为场外指数，开始出现走弱，而且不太乐观。如果说未来2、3个月进入退场期，也不是不可能，因为过去的这一轮小幅的质量一般的这轮进场期，事实上已经在今年的。头3个月、头4个月，尤其在4月、3月、4月，已经达到了一个兑现的已经充分的兑现了事实上，这一波小阳春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楼市寒冬中还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成交量，走出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现在的这个走势就是稍微需要大家谨慎。如果你这段时间有这个地产的想法的话，那就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到今年的年中看一看，到时候月份的这个地产指数有没有改善到时候再说。这是关于地产，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美股。美股今天有一个点，就是美光跟这个闪迪两个都大跌存储板块都大跌涨了这么多再不跌就没天理了，对吧？但是闪迪这些跌幅也都有限吧连1档线都没破。在内参里面，我在1档线其实给大家更新的很清楚如果处于1档线之上是问题不是特别大我们直接可以按照我们的升档理论继续做就行了。美光是不是也没美光可能已经接近1档线了甚至要破了那美光的话，阶段性我们可以稍微的去让它充分的再走一走，我们再去关注它就不用再去看它太多了。那么我最近还第一次开始更新了台积电的它的1档线。台积电的1档线，那么今天也是有一个触底，然后反弹的一个状态TSM 台积电，然后我们可以未来一段时间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我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台积电的涨幅涨跌，或者是非常对国内的很多半导体板块有期待因为台积电涨了，就认为说什么国内的什么张江高科呀，有什么。就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你拿这个美股硬去对应国内的这个股，不是不可以因为你看到我之前还是搜我这个推特，我推特里面也写着5年相位差，5年相位差那篇文章已经把国内的今年这一波牛市已经提前在去年已经预言了预言的状态就是在于美股在5年前的状态大约什么时候开始领涨，那么这一轮中国国内股市也开始领涨。但是很多人把这个相位差理解错了，理解成现在的美股在涨什么，国内也在涨什么，这是完全搞混了没有理解周期的这个相位差的意义只是前段时间出现了巧合因为国外的这个互联网指数互联网国外的这个半导体在疯涨，那是因为5年前海外的这个互联网半导体也在疯涨中国现在本质上是在补5年前的相位差，是在一个更大的周期里面在做这个操作。如果你不理解我现在所说的，你去搜我的推特文章，搜5年相位差这几个字，去理解一下康波周期，中国为什么现在这一波的半导体的这波牛和国内的这波牛早有预料，而且中国一定会拉出来大约20%的一个盈利的店盈利的这个安全店赢出来这是为了防止国内以后北上资金再进来的时候充分热钱开始再进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完成了抄底大部分的股权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会到时候出现战略上的被动。到时候不要出现战略上的被动，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已经完成了七七八八了但是如果大家还是对国内的股市没有特别大的高屋建瓴的战略上的理解的话，就看看我那篇文章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那么，但事实上但如果你
认为台积电今天暴涨了，然后就认为国内所对应的哪个板块也会暴涨。如果你是这么去做交易的，那肯定也会完蛋的啊！这个操作体系那就是比前面我们说的还要粗糙的多，甚至连马丁都不如啊！那你完全是消息面驱动去操作的，这是最低级的散户啊！如果是你是处于这个阶段的话，赶紧把你的所有交易体系全部打断啊！你不能再做了啊！你再做就棺材板都要没有了，千万不能这么去做交易。所以我们日常我们去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是因为什么去开的这一单，我们要想清楚，是你操作里面有结构吗？你的结构是让亏损尽可能的收敛，然后让利润无限的奔跑吗？然后你的操作体系里面是让你掌握始终把握浮盈的主动权吗？然后你的操作体系是在胜率里面有独特的优势，还是在盈亏比例里面有独特的优势？盈亏比里面的占据的权重是否比胜率里面占据的权重更大？你没事多问自己这个问题，来回问，反复问。问多了，你慢慢就会明白自己的操作体系到底缺的是什么，就明白了自己操作体系到底缺的是什么。这是从刚才的台积电引申到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半导体板块某天涨了，就认为国内一定会怎么样，然后因此而操作怎么样，那就是真的是比谁死得快。然后我再聊一聊最近比较热的标的吧。我聊聊泡泡玛特啊，因为最近不少这个价值投资学派跟着段永平都开始关注泡泡玛特啊。段永平当然泡泡玛特先是用卖 put 的方式去操作的，后来好像也是直接就是现价买入了吧？现价买入了吧？泡泡玛特，我不会给大家去更新国内股市的这个正股啊，泡泡玛特也属于国内股市正股，但不妨碍我去研究它啊。泡泡玛特跟拼多多现在都处于历史性的市盈率的低位啊，所以现在买它没有问题，现在买它没有问题。作为一个长期布局的话是可以的啊，但是就短期而言，它这一轮的进场期质量也有限。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整个数据抓取的它的场外指数1085场外指数1085爆破是正在爆破中209，爆破是209，所以正在爆破中，而且也是在爆破中进场那爆破中进场，大家都知道这就有一个，这就印证了我们这几天看到的这种情况，因为段永平一个人买上去，再加上他在喊单，所以大量的散户跟进，散户的跟进使得在场内把它买成了进场期，而不是场外是主驱动力。场外主驱动力如果是场外进入了进场期，然后慢慢的把它的流动性溢出到场内，这其实是一种最健康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可能出现在爆破中进场的状态，但泡玛特现在就处于在爆破中进场，所以至少就第一小节而言，它的质量不会特别高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到后面再更新它的第二小节或者第三小节那就价值投资学派的话，那其实投资它问题不是特别大，市盈率都不到10倍对于这样的一个热门股来说呢，其实真的不高拼多多也是不到10倍，那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的标的，其实也不高。如果这样的这几个标的，如果在美国，至少也得是干到比现在市值得多1倍以上，至少。所以聊一点泡玛特，泡玛特之前其实我特别喜欢聊它，尤其在2年前原因是因为就是王宁他对商业的理解吧，以及对这个人的心理标的的一些，是跟我对心理学的一些理解是比较暗合的，所以我喜欢引用他的一些数据。但是这几天可能不少人太多的把他的各种话、各种乱七八糟的瞎转我也是有点无语其实很多的内容都是一旦变得烂大街之后，很多人开始对他歪曲的解释，他就会偏离了他原有的味道，偏离的非常多甚至产生歧义。那这个就以后再说吧。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退场期可能3-4天了，4-5天了吧始终处于退场，这个我日常也有在更新。然后看一下拼多多还是在退场，没有什么可讲的。看一下 hold 很有意思hold 之前多次讲过，如果 hold 处于一个进场期的话，hold 如属于进场期的话，它就会很大程度上改善比特币的质量但是问题是，比特币当它其实处于进场期的时候，比特币处于退场。那么 hold 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的大钱进来了之后，它也会改善退场期的质量，所以它跌的就会非常的顺畅。这里面肯定有 hold 的功劳，为什么因为 hold 吸引了太多美国这边散户的大量的资金，美国的散户稍微合个10%、20%，那就是大庄了，那就已经是大庄了，所以他们的情绪共振。hold 里面大量的资金进入 hold，其实相应产生的这种情绪共振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比特币，
如果大家判断这个时候比特币要跌了，那美国的散户一起卖，这个的力量是会让它非常顺滑的跌破大量的阻力位，直接跌到底啊。所以这个 hold 不仅能改善进场期的质量啊，也能改善退场期的质量，让退场期退得更狠啊。这也是它很有意思的一点啊，这也是长期的交易中你会发现有这样的特点，很有意思啊。然后 CRCL 啊还是处于退场期，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说一下谷歌吧。谷歌现在还处于退场期啊，但是谷歌退场退的也是，怎么说呢？退的不顺畅。为什么退的不顺畅？因为太多的人太爱谷歌了，因为谷歌是一个七姐妹中目前跟 AI 的绑定相对最好的一个标的。你别看微软跟 OpenAI 有一个绑定，但是微软其实并没有太受 OpenAI 的影响太多啊。OpenAI 可能甚至影响软银都要比影响这个微软要多。所以你不能把微软单纯的就理解为一个正宗的一个 AI 标的，但是谷歌这一轮整个的包括 AI 的核心论文就是谷歌发出来的，包括谷歌现在做出的产品，虽然还是没有办法跟这个 Cloud 跟 Codex 相比，但是至少市面上的占有率还可以，而且它关键是已经产生了一个足够的盈利啊，这个盈利已经是实实在在落实在财报上的。所以就是在谷歌标的，大家如果在 AI 的这么大的一个大趋势中，想要去抛掉自己的谷歌的仓位，其实这个痛苦也确实挺大的，哪怕它是退场，所以退也退不太好啊。一旦进入进场，又是一轮新的周期，所以谷歌是比较适合大家在退场期里面，如果真的到底的话，尤其是它的这个爆破已经产生改善的时候，如果你是高风险偏好者，那你可以在它的爆破出现改善的时候，爆破的场外指数出现改善的时候，可以进一点点头仓啊，正式的仓位可以等它进场期的时候再做啊，这个是这一点。我们再看看特斯拉。特斯拉处于进场期，但是质量很差啊，质量很差。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发现它的进场期的质量很差，然后上下来回插针的状态特别多。原因有一点是因为马上这个 SpaceX 要上市了嘛，SpaceX 上市，很多人没有办法判断清楚到底这个对这个特斯拉到底是一个利好还是利空。看起来应该像是一个利好，但是某些程度上又认为对马斯克的个人的信仰又会分走相当大的散户的资金的流量。大家知道这个特斯拉现在市盈率是多少倍？大家知道吗？400倍。特斯拉的市盈率是400倍，意味着什么？特斯拉现在的正股大约是418，有418刀，也就是意味着市盈率400倍，现在正股418刀，也就意味着特斯拉其实正常的按照它的财报，如果1倍市盈率的话，现在应该是只值1刀，只值1刀。它为什么能够值400倍的市盈率？是因为这个市梦率是大家对马斯克个人的信仰给托起来的。这个就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特斯拉，为什么马斯克日常去做这个 SpaceX 呀，发射火箭呀，搞这个工厂啊，他那么强调于全透明。他那么强调于把自己整个的人设，把自己操作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自己的思想的方法论、自己的价值观做到全透明，甚至不惜买入 Twitter 这样的大平台，也要做到向大家更透明的广播自己。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他受到了这个达利欧的影响，我相信马斯克是受到了达利欧的影响，因为达利欧曾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达利欧的多少内容啊，他在20年前或者20年前，他有专门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要打造极致透明的自己，这个对资本市场的定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创业者，你现在或者你是一个企业家，你现在有一个公司，我如果说我能给你提出的建议，我任何领域其实都可以给你提出形形色色的建议，可能对你是有用，可能对你是没用的。但是如果站在我的立场，我给你提出一个对你未来会有一个无限上限的一个帮助，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的话，就是我会希望你尽可能的在所有的社媒平台里面更强大的力度去广播你自己，包括像直播，如果你能直播能露脸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不能这样的话，也尽可能的把你的所有的吃喝拉撒、所有的缺陷、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优势、所有的你的喜怒哀乐，全部向全网广播。这种极致的透明对信任度的建立会起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按照特斯拉现有的财报相比，它最多按照科技股来说，也就是40倍市盈率也就不错了，50倍市盈率就很好了。它竟然能干到400倍的市盈率，也就是说。因为马斯克对自己个人价值和天天发射火箭这样的一个
视媒的这种平台，这种高度的这种市场视媒的这种话题性，以及市场的视媒的这种爆炸性，产生了大家自愿去不停的分享他的各种各样的内容，使得大家对他个人产生了信仰。这个信仰在资本市场有了一个定价，这个定价是什么？就是从50倍定到了400倍，比原来的市值乘以8，这8倍的市值利润就是他不停的透明的彻底极致的透明化广播自己所造成的这种信任的溢价。信任就是这么值钱。我之前多次在我的 space 里面给大家讲过，信任无价，信任无价。从国家来讲，从民族来讲，从文化来讲，都是这样啊。如果你长期塑造了一个很好的信任的话，你甚至可以影响到像瑞士。我多次给大家讲过瑞士跟荷兰之间的对比啊，为什么瑞士今天可以达到这样的人类的高度啊？就是跟他的在信任上的对自己信任的极致的洁癖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央行的利率和它的国债的利率都极低，为什么？这意味着它极低的信任成本，大家甚至可以，它哪怕它的利率很低，就是它几乎不给你付利息，大家也愿意去把钱借给他，因为他的信用摆在这儿，大家默认为瑞士不可能违约，默认瑞士不可能违约，所以它才能达到这么低的一个利率。同理啊，如果说只要有一次像法国啊，法国其实历史上也没有出现太多，出现过2次比较大的一个重点，一次是法王当年把圣殿骑士团给全屠了，因为圣殿骑士团当年就是整个欧洲的这个银行家啊，他为了赖债把圣殿骑士团给全部干死了啊，然后干死了之后，这相当于第一次赖债，后面还有一次历史著名的赖债就是法国大革命啊，法国大革命又把之前的债务又一次大的赖掉，这2次赖掉使得法国到今天。就是在那之后，法国大革命17几年之后，1789年之后，整个这200年、200多年、250多年，甚至未来到300年、400年，我跟你讲，这个影响会一直影响500年。你不要认为你赖了一次债会没有什么影响，法国之前赖了一次债，它至少会影响到500年啊，也就是说，大约会影响到1789年、1800，至少要影响到2300年，它的利率都不会比英国高。它的利率都不会比英国低，它的国债利率也不会比英国低，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因为他之前做过这么2次大的赖债，大家历史上认为他有前科，所以借你就得付出更大的代价，你就得年年付，哪怕你今年看不到这个代价，你的子子孙孙都要付，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历史上资本市场包括世界上的命运对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有隐秘的定价啊，千万不要认为你做的所有的动作是不会有影响的，不可能，一定会最后找上你。所以就是刚才是从整个人的这个信用和这个但是从这个信用的角度去拓展了一点。那么事实上你会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最好的一种塑造个人信用和塑造个人信任的一种方式，就是全方位的广播你自己啊。马斯克就是这么做的啊，马斯克就是把达利欧的这种体系，当时还没有直播这么一说呢，达利欧就已经在把自己的吃喝拉撒，把自己的所有的缺陷、所有的问题，尽可能的向所有人广播。所以达利欧的这种他的金融的怎么说呢？他的私募啊，以及他的基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的青睐啊，很多的欧洲呀，或者是中东呀这边的王子呀，是很多他们的大钱都交给达利欧来打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各种直播中、各种各样的访谈中，对达利欧已经比较了解了。看这个人天天还冥想，然后一个老头天天聊的还挺面善，天天聊些大词儿，说的也挺有道理。啊，包括达利欧没事还跑到中国来啊，忽悠来忽悠去，那实际上大家对他就慢慢就了解了，认为这个人不差，这老头还可以，所以就敢把大钱放在他那儿。你知道放他那大钱呢，不是一点钱，少的是上百亿，高的是上千亿啊，这样的一个几乎富可敌国的一笔资金放在他那儿让他来打理，这得多大的一个信任啊！所以这个是达利欧身体力行的一个价值观啊。这个马斯克是充分的践行了这一点，是在他创业的初始。一开始你看一般人创业，火箭炸了都藏着掖着，他不，他一定要甚至把炸了这中间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向大家公布。这个就是他在一开始就想透了这个正反馈循环，想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把自己的失败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向大家全社会公开。这个就让一个是让所有人跟他产生了一种体验上的共情，另一个是让大家对他的了解前所未有的深入你不能光你看到一个人全部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你敢信任他吗？你不了解这个人过去的过往，不了解这个人过去的所有的损失，不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风险点所在，你敢信任他吗？不敢但是你看到这个人是这样一路路走过来的，你对他的这种信任就会跟之前只看到光鲜亮丽。如果我们直接从市面上直接蹦出来一个马斯克，忽然就说他是一个火箭的一个发明家然后又搞了一个电动车，其实我们完全达不到现在的对他的信任程度
不可能，它的市盈率也不可能达到400倍，绝对不可能啊，最多就是50倍顶天了，50倍就顶天了，科技股就是50倍就顶天了啊，但是它能做到400倍，这个就是它的高度的自我透明化所产生的这种信任的溢价，信任的溢价就是这么值钱，所以我反复要跟大家讲啊。尤其是跟我比较近的一些朋友们，我会反复的跟他们强调，信用很重要，透明很重要啊，让大家去认识到你说的话算数很重要啊，千万不要让你说的话总是流于没有用的一空白纸啊，你不停的去违反你说的话，最后这股力量啊，哪怕不在资本市场定价，但是命运一定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极大的反噬啊，所以自己说的话一旦落出来，一定要落地，一定要落地，这个非常的关键。那么我们就知道，像特斯拉，你看，因为处于400倍的市盈率，所以它一定不会，这种市盈率就不可能跟着财报走了，所以它的财报利润多了或者利润少了，可能会影响情绪面，但最关键的就是散户们的情绪面啊，散户们的情绪到位了，就能给它继续推上去；散户们的情绪不到位，那就会跌下去。所以它的美股的涨幅，我是一概不建议大家去做个股去做的。大家可以去关注特斯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为什么？因为这种的话，场外指数对它的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少，因为资金面对它的影响也比较小。原因是在于它受散户的情绪的影响太大了，而情绪这个东西的定价是这世界上天然的难题，很难。牛顿如此的聪明都没有办法预测南海公司的散户们的涨跌啊，他都大亏了一笔。牛顿以当年那种数学的计算力，发明微积分的人也搞不定。啊，就是我们今天就不要去搞这种散户的这种情绪主导这种票，我们千万要离它远离一点。所以特斯拉，尤其现在又处于一个 SpaceX 即将上市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因为特斯拉的这么高的市盈率，完全是散户们的情绪和散户们的资金给它推上去的。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么 SpaceX 如果上市之后，那这笔钱、这笔情绪必然会分流。那么分流对特斯拉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如果是单纯的分流的话，那必然是坏处。这么大的一笔资金，那么大的一个上市的一个 IPO 的一个数额，那么大量资金必然要被吸过去，就推上那边呢，这边就会少，这边就会少，因为大家之前也是把对火箭的部分的溢价投射到了特斯拉身上，那么特斯拉就会降下去。但是又一个角度又去想，有很多的内幕消息已经在说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它 SpaceX，如果上市之后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额，它很有可能用 SpaceX 把这个特斯拉给包进去。啊，说可能特斯拉会跟 SpaceX 合并，那么这样的话对特斯拉肯定又是一个利好，所以两方面你看都没有站在财报的角度上去思考，都是一个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很虚的预估，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暴涨，如果那样的话又暴跌，所以这样的票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日常去做它，你做它的话，这是睡觉也很难睡，是盈利也赢不了几个字儿。啊，就不如放过吧，放过吧。啊，特斯拉当然又是一个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标的，我们当然要关注它，所以我日常会更新它，但我不建议大家日常去做它，就是作为一个我们对历史的一个见证者去看它到底是怎么走的啊，这个就够了，就够了。那么 SpaceX 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了，那么但是由于它这个现在市值的这个也是相当贵的，而且现在盈利也有限，呃，完全就是在卖未来的预期了。那么如果这个故事真的讲的话，那是无限大，因为它讲的是 SpaceX 是人类第一次对宇宙资产进行定价。你要是这么去讲的话，那这个泡沫那得吹得无限大啊。但是反过来讲，你站在财务逻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逻辑来讲的话，它又不值那么多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谨慎吧。我自己是不会去参与这样的东西，因为现在在这样的 AI 浪潮下。去完全没有必要去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说小范围的参与一下是可不可以？那完全可以啊，做个纪念也完全可以。哈，这么重要的一个票刚上市买了一股，那持有一辈子，我觉得也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事情。但是你要靠它盈利，我建议就算了，就算了。我们是作为一个理性人，用一个冷静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太值得投啊，都不太值得。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如果你特别的上头，被一些自媒体吹的有点上头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不要去急着去参与啊，可以等它企稳之后再说啊。我们去真实的去看一下它的场外指数，以及从其他的几个维度去观察一下它的整个后续的走势再说啊，不用那么着急。你看，像当年特斯拉上市也是啊，特斯拉中间也是波折了一波三折，中间有了大范围的回撤，回撤在低点沉寂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13年有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媒体叫易比特啊，老人可能知道易比特，里面的那个
那个总编辑叫微讲啊，那个我还跟他也许他会听我这个 space，如果你听到的话，我希望你咱们俩可以或私下再唠一唠。就是当年他就是被特斯拉折磨的非常惨，就是因为这个非常喜爱这个标的，然后对他未来的这个期望值也非常的大。当然那个时候整个马斯克对他的这个叙事已经在各方面的媒体已经广泛的广播起来了，那才13年呀，13年14年但是就是折磨的就非常惨啊，在底部因为徘徊了太久太久太久，直到后面它的产能真的提上来当然那个跟上海工厂开设有关，特斯拉才开始一飞冲天那你想想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都接近快有疫情前夕了，那都很晚了，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就是绝对不是这么一蹴而成的就是尤其是像星舰，再到未来的真正的宇宙资产定价，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即便只考虑它未来盈亏，你也得考虑你的资金效率所以站在资金效率角度，这么多年的一个来回的回撤，在低位的折磨我们也不能去忽视这么多年，你难道不赚钱吗？难道中间这笔钱一直在低位，你能够接受不去出金吗？那这样的肯定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标的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 SpaceX，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我们再看看英伟达，英伟达就处于退场了处于退场，而且退场好多天了但是上一轮进场期应该还不错，涨幅还不错，直接带动这一轮 AI 的大爆发然后而且这一轮它的退场期退的也有限，而且退一退就跌住了，这其实已经嗯。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现在有一个自己的交易体系的话，我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点开你的所有的看盘软件，把它翻到2000年和2001年美国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这一段跌幅，我建议所有人去复盘那段时间的 K 线你现在就去复盘。怎么去复盘呢？因为你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总的指数在那一年，可能是在几周之内就直接指数跌了75%。就是大盘指数跌了75%，大盘指数跌幅7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科技股个股是直接就归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在美股上面的信仰是认为美股不会跌零，谁告诉你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2000年和2001年有多少美股直接就归零了，就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归零。比如说有什么公司叫什么.com。当时就吹得震天响呀，告诉大家什么卖域名呀，然后域名.com，然后就可以无限的去收租呀，各种故事都讲得非常美啊，这些公司都一个个的全都归零了，全都归零了。归零的公司还不是一个两个据我好像当时以前我复盘过一次，可能当年2000年、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那一波，光归零的美股可能不下2000家，很有可能是3、4千家。你想象一下，这些如果对应到今天 AI 板块里面这些小股，你想想会是一个多么惨烈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在美股里面有一种偏执的信仰，你认为美股在这一轮 AI 板块里面就会无限涨，无限涨，然后再不跟就来不及了，甚至你在美股里面操作不设止损，没有任何关于你的这个负面的这个风险敞口的兜底，那你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一定要去复盘一下2000年、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去思考一下，你现在的交易体系能不能承担那样的暴跌？如果能承担，那没问题，你可以继续持有现在 AI 股票，那没有问题AI 股里面的场外指数我都有给大家更新包括上周给大家重新分了板块包括这个光模块包括存储包括甚至连这个未来 AI 板块可能用到的一些基础材料我也有更新，比如说像铜铜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的，之前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贵金属去理解，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不仅 AI 的各种那个服务器会需要它，而且，新能源也需要它。两个这么重要的美股增量板块都需要铜这一个东西，所以铜这个板块是非常有必要单独拎出来更新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金银的后面，继续作为第3个更新的重金属。这个也是上周更新的一个重点。然后同时我还把这个 AI 板块的应用也给更新出来，包括 Palantir 包括其他的一些标的光模块里 AOI HRTI 也都有，之前是在内参里面的这个潜力区有更新，但是内参里面因为从更新到后面已经涨幅接近20多倍了，20-30倍了，涨幅20-30倍了，所以已经而且是跌又跌不下去，那处于这么大一个涨幅，大家吃满了这个潜力区的涨幅之后，那我觉得有必要就把它作为一个场外指数日常去更新，因为这也是一个光模块未来已经处于一个 AI 的连接的一个重要卡点了，所以我就把它作为一个日常更新的一个标的放在我们的日常常更里
给大家来日常来用这个是关于这一点。那么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包括那个 TradingView 呀，或者其他一些看盘软件，那个纳斯达克的指数有一些是可以回溯到1971年的。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回溯到1971年，直接看月线就行了。回溯1971年，你会发现有相当多的这种历史性的大调整，是必须要你的整个的你的这个操作体系啊，你必须要去应对这样的极端黑天鹅的这种特征你才能去理解为什么像巴菲特这种人现在是持有历史上最高位的现金，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肯定是处于历史的高位了，而且是相当疯狂的高位已经赌博跟散户的这种梭哈的色彩已经非常浓厚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必须，尤其是我的朋友们，务必要保持头脑的清冷头脑清冷。首先，在我们交易体系里面，这种状态下我们肯定是要做的因为之前我在这次 Space 刚开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上升的趋势中，你如果在做多，你只有一个点才是错的，就是那个最高点，其他的所有点你都是对的。但如果你是在一个下跌趋势中你去做多，那你只有一个点才是对的，其他的点都是错的。大家记住这句话，你才能理解在上升趋势中为什么我们要顺势而为，为什么要顺势而为。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中，这么大的趋势中，我们当然要把这最后一波给吃好、吃稳、吃美。但是绝对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易体系可以对风险敞口一点处理都没有，这绝对不对。我们务必要在我们的风险敞口上去120万分的小心在期权里面，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把整个的我们的方向性的风险德尔塔伽马的风险全部给封闭上，甚至还要封闭到维伽的风险全部都要封闭好那么在日常的我们如果其他的一些操作中，日常的现货中，那不管是止损还是我们的对冲都要充分的布置好。而且我们在对冲里面或者止损里面，我们还充分要考虑到，如果出现了价差的问题，因为我们日常我们会在止损里面设置价差保护，价差保护是当我们的标的价格与我们的实际价格之间相差超过5个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止损不会触发。但如果出现了一天日内，如果美股这边一下跌幅10%这个在2000年、2001年那种黑天鹅事件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一天跌个10%，一天跌个20%，太常见了。但如果指数跌个10%、20%，你想想个股会跌得多惨，很有可能一根针全部插没了。那如果你设置的止损单纯你靠了一个止损就认为没有问题的话，那你要想一想，出现那样的状况，你的价差保护就会使得你的止损不会触发。你的止损不会触发，你的这个交易体系有没有办法能把接下来的问题、接下来的风险继续给兜住？你要思考这个问题，要想怎么办才行。所以我是帮大家做一次极限测试极限测试，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涨的氛围下，我们当然要进场，但是进场必须要讲究，要把所有的风险黑天鹅事件考虑到最周密，把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最坏的情况就是一根针，甚至在几分钟之内就直接插到底而且甚至使得我们的止损都不会触发，因为价差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如果你想做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两层的止损第一层止损是在一个相应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止损，但如果到一个相应的低位的话，我们在一个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内可以不设价差保护，在这个地方再设第二层止损。那么这种情况下，往往你会发现这个止损没有办法设，这样止损没有办法设因为你假如说用币安来操作，或者你在这个盈透或者是嘉信来操作，你会发现没有办法设，因为你止损只能有的时候可能只能设一次，因为全仓位的话只能设一次。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把90%或者95%或者一个相当大的仓位在第一个刚才我说的可以设置价差保护的地方设置止损第二层保护用仓位止损。你注意我们的那个止损里面，币安里面的止损里面不是有两种止损吗？第一种止损是所谓的按照我们的百分比来止损，你可以设置95%的仓位或者90%的仓位，在那个点位直接按照价差保护来止损第二个止损我们是按照仓位止损，这个仓位止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到了那个位置，所有的仓位100%仓位，不管你这个仓位后来又加了多少仓，中间又减了多少仓，他把你剩下的仓位全部给止损掉，全部按照市价出去。那么这个最终保底这个止损，我们可以把这个价差保护给它不要点，就是为了预防这种黑天鹅事件。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设置条件委托来对冲那当然这是一种更好的策略。当然，这种对冲可能我们就在更高的位置了，就等它还没有向下加速到那么夸张的位置，刚刚开始有一个向下俯冲的一个头的时候，我们向下对冲的条件委托就已经出发了。这当然也是一种更好的一种保护总之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考虑在最前面，充分思考到美股如果出现灾难性的事件，我们该怎么去应对。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真的帮助所有的听这场 Space 的朋友们
让你们做一次压力测试，多去看复盘00年、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这一轮 AI 泡沫破灭所产生的惨烈程度，绝对不会亚于互联网那一波，绝对不会亚于互联网那一波，尤其是当处于AI 板块里面，当它处于整个的这个财报。大家不要片面的认为财报很好看，然后看 PE 值相对来说也比较合理，就没有问题了。你们知道当年互联网泡沫刺破那一篇是以什么样的几个事情开始的吗？就是发现了大量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财报造假开始的，很有可能这波 AI 也是以这样开始。很多的做空机构可能会忽然某一天发布一个报告，发布一个报告，不用说别的，直接在这里面报告拉出来几个 AOI、HRTI，然后Palantir 然后以及甚至甚至就是整个 AI 的几个龙头像这个英伟达，直接是桥水这边直接出一个报告说他们全都财报造假，然后给出一篇论据。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出现这样一篇报道，然后在美国全方位的想拓展，像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一样，当年互联网泡沫就是这么一篇报道，把整个 AI 给刺破了。大家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买的这些财报都是假的，真实的市盈率不是这么低，市场上没有任何盈利，我在买的是空气，然后大家全都在跑。大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层，你看到财报很有可能是假的。今天美股在 AI 板块涨幅这么夸张的情况，你相信没有人作假吗？100%有大量的财报是假的，这还用说吗？你想想，就塞给四大一点钱让四大就给你做一份假财报可能就分给他23%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盈利，他就能帮你的市值多涨个20%、30%。我相信有大量的 CEO 去有充足的动力，天天在那造假。他想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天天去迭代这件事，而是想的我怎么去更多的造假包括美国 SNDK 这些，你以为他们的财报就一定很准确吗？完全不见得。虽然现在市面上确实在存储上出现了卡点然后它的这个整个铺货的周期确实也都摆在这儿这个相对来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并不是真的说美光跟 SNDK 就不行，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相当多的 AI 板块尤其是当你认识到它的业务可能不那么靠谱的时候，你必须多一个心眼，你要意识到很有可能一篇报道认为它在作假的报道，有可能就把它整个的泡沫全刺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层，在这个的基础上去思考你现在持有 AI 的美股的标的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安全 ？OK， 然后这个是聊到了英伟达，然后英伟达聊完了，我们再聊一点战争吧，然后很多人可能又是对战争产生了一些稀奇怪怪的一些比例感的偏见又可能又看到国内的媒体又是七七八八媒体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又是美国又输了又怎么样。我当然也不是说美国就赢了，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到一点，首先美股是不是新高了？AI 板块继续暴涨，对吧？其次你不看美股，你看以色列的股市，以色列的股市过去一周又新高了，越打越新高这样的状态下，你说它大败了或者怎么样，你认不认为你的这个比例感应该相对的调整？你的比例感肯定是要调整，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美股整个以色列的股市还能创新高，这得是多大的一个信心支持？那边打了败仗，这边的新高，事实上就是整个的美以的整个的在中东的这波操作，可以说已经处于在胜利的通道里面，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螺旋、没有回撤，仍然会有回撤，但是仍然在胜利的通道里面，在不停的继续在向南推进。所以这个目前来说，对整个的全球的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如果你关注的日常的财经媒体或者各种各样的媒体在反复在跟你讲什么又不行了、又败了、又怎么样，我不是站在价值观的角度，我是站在纯粹投资、冷静客观的判断市场走向的角度。你必须要把这些媒体全部取关掉，否则的话，你未来的信息源会受到更大的污染。你会让你的操作产生更大的判断上的失误，所以务必要每次随着真实的市场上的真实的世界给你的反馈来不停的调整自己的信息源。如果这些信息源与真实的世界上的反馈不一致，你务必要降低它的比例感，甚至直接就把它从你的世界里面永久的删除掉所以现在还是宣传什么以色列又大败了又跟黎巴嫩之间又陷入泥潭了。然后美国又在中东又搞不定了，你如果看的日常的财经还是在说这些的话，那你一定要想一想，你的脑子是不是天天被这些东西洗得太深了你必须要调整一下你的信息源的比例感这个是这一点。你看到现在的油价又在暴跌，油价还在继续处于退涨期，美股又在处于继续的新高以色列股市也在新高。那这样的状态下，你说这些节节败退，你信吗？你站在资本市场纯粹的冷静的角度，你相信这些事儿吗？我们大家当然要更加相信市场真金白银投出来的反馈。
投出来的反馈。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就要有一个日常能够去调整我们日常信息源比例感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通过比如说正常这些跟战争相关、息息相关这些标的，他们的走势，我们能够理解未来到底我们的信息源出现了哪些差错哪些人的观点是不值一看的，哪些信息源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要实时的调整，你才能跳出所谓的叫负点的魔阵。很多人可能不懂什么叫负点的魔阵，这个是在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一个小圈子里面我们常提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中文信息源的污染程度可能比今天还要高就是你实际上今天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今天我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家，然后在家附近的那个最大的书城我进去转了一圈，我从1楼走到了书城的5楼我发现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大约扫了得有个几千本书，就是直接扫书名。但是我现在因为看书已经看的比较多了，对这些书名都不用看，已经知道大体它的内容跟倾向了。你知道吗？中国的这个书城从1楼一直翻到5楼，几千本书，我大约扫了几千本书，全部都是左派趋势，全部。你一本右派趋势的书你都看不见，一本都看不见。以前在几年前我还能看见几本什么什么什么奥地利学派的1、2本书，现在看都看不见。你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所以就是某些程度上，像现在的小孩子进入书店里面，他会默认为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但他不知道他看到的所有的书籍是被精心调整过比例感的，精心调整过比例感的。这些精心调整过的比例感会不停的向他灌输，你现在的穷困或者你现在的经济上的不宽裕是由于资本家造成的，是他们剥削了你造成的，你没有错你可以在家里面躺着睡大觉但是由于他们剥削了你，所以他们就应该付出更大的税金，他们就应该向中央付出更多的钱，然后拿这笔钱来补贴懒人，来补贴福利你就应该心安理得受着他们的恩惠，然后他们就应该付出更大的税，然后这才是对大家才是好的，才是正义的，才是公平的。就这一套叙事，翻来翻过来覆过去，反过来覆过去，随便就是叨叨了很多很多遍，然后很多的小孩或者很多人就从小到大在这样的书籍中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他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全部，事实上所有的比例感全部被精心调整过。他最后就会认为这就是世界的本真，他就会认为这是世界的本真，最后得到的结论就一定会跟这世界上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大相径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我竟然在书城的整个5楼，整个5层没有看到一本正经的一本右派叙事的一本包括是经济学呀，包括是各种心理学一本正经的一本书这个是非常离谱的，非常离谱。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你想想你的比例感应该受到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类似哈哈镜的一个状态，在某些程度上把你的肚子变得特别大，把你的腿变得特别细，你就认为那就是你，你就认为那是你，事实上你很美，但你不知道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么怎么去调整比例感？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真实的用现实中的尺子去量你的身体，而不是通过哈哈镜来量你的身体真实的用尺子看到原来我的腰围是5寸看到了我腿原来是3寸真实的通过这个数据来去量度原来我原来看到的那个我是有问题的，那个比例感被调整过了，我要相信尺子不能相信你眼前看见的这个我们日常中也是这样。我们在投资中，如果你发现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些自媒体跟你说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反反复复跟资本市场都有很大的出入，那你当然要调整。你怎么调整？用资本市场上定价来调整。它处于进涨期，美股跟以色列股市处于持续的进涨期，持续的新高。别人告诉你这2个国家在持续的失败，那么告诉你这个信息源，你还有必要再留着他们？同理就是原油价格，原油在这继续处于退场期的状态下，然后别人告诉你那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蛋了然后所有的轮船这儿炸一艘那儿炸一艘，以后再也出不去了，未来就出现更大的危机，你信吗？如果出现这样状态，资本市场不是第一时间定价了？为什么没有定价？我们当然要用这样的尺子去量度，而不应该通过所谓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他的观点如果拿不出真实的论据，那你就当他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就行了。所以越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和战争信息战来回去污染信息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越要去调整我们的信息源的比例，去确定我们所预见的是尽可能的贴近于世界上真实的本质我们才能去更好的去把握本质。你只有把握一个市场的脉搏的本质，你才能去理解自己到底做的是对还是错的如果一个人连这样的量度都没有，甚至直接通过情绪下单法就是所谓的
我知道很多的，比如说最简单像场外指数体系，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概率式的对场外通过场外资金的一个预判。那实际上这个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体系，就帮助了相当多的没有结构的人一下子理解了市场的脉搏，一下子理解了市场的脉搏。以前很多人在没有接触场外指数体系之前，他是对市场是极端盲目的，就是真的就是大家喊单明天要涨他就买多，大家喊单明天要跌大家去做空，或者是看很多人的直播，然后以这个去指导自己的交易。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开始接触场外指数体系，你会非常的清楚。比如说上一轮比特币的增长，就非常的简单明了。5月12号最佳性价比止盈点啊，那么按照你是中性的策略，如果你是一个既不爱好安全性，也不爱好什么风险性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走了。那你看5月12号，你今天回头看5月12号是不是这段比特币的阶段性的高点？那就是最高点。最佳性价比止盈点，在历史上对顶的命中率是超过了任何市面上所有的指数、所有的信号的。你在所有的信号里面都不可能跟最佳性价比止盈点这个点去相比，它在猜顶的能力上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档。在历史上已经反复验证过了，你们可以自己去回测，可以自己去回测。但是前提是这样的状态下也是建立在这样的行情正好符合我们这个结构的理论下，我们可以很好的把握它的脉搏。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高风险爱好者，你在5月12号你就是感觉还不爽，意犹未尽，意犹未尽，你还是想继续再持有，那你也完全可以继续持有。按照我们的体系，你就是高风险爱好者，对吧？你到了这个最高点不走，你可以完全继续持有。那你可以持有到什么时候？一直持有到我们退场期开始。退场期开始是什么时候？大约15天之前，我们退场期第一天，对吧？那么按照我们的定义，退场期第一天你还应该持有仓位吗？是不是？在我们交易体系里面，任何一个哪怕你是最高风险爱好者的人，你也在这一刻你必须不能持有任何仓位了，你必须清仓，这是最基本的交易纪律。我给所有人都已经说死了，对吧？所以退场期的第一天你不应该再持有任何仓位了。所以后面你看，哪怕后面又开始不停的涨15天前虽然处于退场期第一天，那你看后面又开始出现反抽，反抽也就稍微涨一涨，涨了大约1个周左右，又开始向下跌，始终就是退场期然后进入退场的爆破期，深度的爆破，那开始向下插针，对吧？就是它市场的脉搏在你这里就会变得非常的清晰明了，无非就是进场期、退场期，进场期里面分成不同的小节有质量好的小节，有质量差的小节。然后从第一个小节里面，如果说它是一个质量好的状态，我可以相对比较高仓位的一个持有，然后一直持有到什么的时候的？如果我是安全偏好者，那么我们可以等到第一个小节结束，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了。第一个小节什么时候结束？就是爆破从200以上跌破到200以下，那这个时候我可以直接走人了。也就是说这一轮小趋势我就走完，吃完就走，我也不要后面了，因为我就是落袋为安，我就是安全偏好者，我也不在乎后面的收益后面收益拿不到我也心里面不慌，因为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事实上，我为什么要按照性格来给大家分不同策略？因为你们从各种各样的做交易时间久的人，或者是从各种各样的体系，其实已经听过这句话了对于一个交易者或者一个投资者，影响最大，你最后收益影响最大的那个角色，其实从来不是智商，从来不是智商也不是其他的因素，就是性格。性格就是影响你最后盈亏比的最关键的因素。所以你不可能按照不同的性格的人，你给他同一种止盈方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会让所有的人都不满意。而且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亏了你让一个最安全的最安全偏好者的人让他去持有到退场期第一天，你这比让他杀了他还难受，因为中间那么多次回撤，他的心脏根本受不了，他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你就不要让他做到这样的事，就让他在第一轮最安全止盈点第一轮爆破结束之后直接让他走，这就对他是最好的，他一样能拿到最好的结果。不要认为这种人走的就慢，不是的，这样的人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坚持在走，他一样能够获得非常大非常好的结果。前提是他要一贯性的按照自己的这种操作来。那如果你是一个中性爱好者中性爱好者没有那么偏向安全，也没有那么偏向风险，你可以按照最佳性价比止盈或者是可以按照 A8、A9 这种大资金止盈也就是说从1500以上开始缓慢的跌到1000，场外指数跌破1000，那你可以缓慢的分批止盈也可以缓慢的按照分批止盈也可以。那么中性策略你会发现我们有非常多的中性策略的一些分配的方式最佳性价比当然是一个猜顶的非常强大的工具了。目前市面上这么多年来，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可以跟它猜顶的效率上与之相比所以这个对大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了，已经是开挂了，已经是开挂了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最高风险爱好者，那你至少也应该等到退场期，你就不应该再持有了。所以这15天在我的体系里面，所有的朋友是不可能持有做多的仓位的，不可能有不可能有做多的仓位。所以就是你在这样状态下，你就能理解什么叫市场的结构。在你理解场外指数之前，
整个市场的涨跌在你的眼里是一片混沌，它并没有呈现所谓的结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概率上的一个优势的区域，你会忽然发现你一下就能理解了无非就是涨跌它处于什么样的区间，是进涨期还是退涨期，处于什么样的小节里面，是最佳性价比止盈点之前还是止盈点之后就是或者是处于这个场外指数正在缓慢上升之中，还是在缓慢指数下降之中就是这样的状态下，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晰的一种阶段性的理解。理解整个行情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工具，你通过这样的结构去理解了行情，你就能更好的去指导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用在混沌无序中抽象出了一个结构，这是一个人最大的本领就是一个人所谓的建模能力、以及使用模型的能力。建模能力以及使用模型的能力，就是你在一片混乱中，你能够看到结构，别人看到的是一团乱麻，你能看到这里面就有结构。那你就注定要比那群看到一团乱麻的人，你会比他先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步。那同理，这个是在对行情的理解里面，但交易中这个结构就更加重要。你的操作到底是否能够让你获得足够的交易的主动性你的操作是否能让你的交易中能让你的亏损持续的收敛，然后让你的利润持续的继续的奔跑，就是这样的基本的状态，以及你的操作中是否能让你的盈亏比持续的拉大让盈亏比占据比重要比胜率要更大以及在你的整个体的操作中，你的数学期望值是否达到一个很高的，能够非常让你的资产持续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的一个数学期望值就是这些基本的结构，这都是结构所造成的结构所造成的。优秀的结构，哪怕碰到了错误的行情，就是错误的行情是所谓的你对行情的理解完全判断错误了就是假设你完全不懂场外指数这一套，但是你用正确的结构去做，你仍然不会亏，仍然会获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只不过获得不了那个大结果，但你仍然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好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正确的结构所造成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结构，就意味着你编织了一张绵密有效的网。这个网，你当然把它放在鱼多的地方，你会网到最多的鱼。但是即便你网不到，你不在那个河中央鱼最多的地方去网你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也就意味着你对行情理解错了。你认为这个地方有鱼，实际上这个地方没鱼，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因为你这个网兜的是致密的早晚会有一两个小鱼会进到你这里面，虽然鱼不多，但你也有收获至少不会亏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网就瞎织。这个网中间这儿一个大窟窿，那儿一个大窟窿，这等于白做工。你不管在哪儿放都没有用。你哪怕鱼最多的地方，你由于你中间有个洞，所有的鱼都一定就会从你那个洞里面全部出去。这就是交易中很神奇的点，跟捕鱼特别像。你认为你这个网，你这个洞就摆在这里，就是你认为行情不会正好从这个漏洞里面走出去吧？哎，我告诉你就会。你在那个地方有一定的风险敞口摆在那里。那我告诉你，所有的鱼全部就会正好从你那个风险敞口里面全部钻出去，会让你亏死。你但凡有一丁点的侥幸，所有的那种失败的可能性就会从那个漏洞里面全部钻出去，就直接把你的本金打到底。我在描述什么？我本质上就在描述这几天很多的大 V 在做的马丁策略，在做的浮亏加仓，本质上就是这样，一模一样。你认为你的整个策略天衣无缝然后不可能，怎么可能跌破6万？怎么可能跌破6万5？我就在6万5这个地方，就是作为我这个马丁的最后一条腿然后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总止损，然后天衣无缝，不会的。然后它就会炸破6万5，让你的所有的仓位全爆掉，甚至未来还会跌得更低，还会产生新低就是只要你敢想当然，只要你敢把你整个策略的根基建立在想当然上，认为行情一定不会怎么样，那我告诉你，那行情就一定会达到那个你想不到的那个地方，它就一定会。所以务必要把你的交易结构，网上的所有的大洞全部堵得一概的严密无比，没有任何的漏洞可言。你这样的一张网摆在这个河流的中央，你才能，即便你遇见了错误的行情，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涨，但是你也会捕到几条小鱼，这条小鱼进了你这个网，它就出不去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网里面就是有几个洞摆在这个河流的中央，哪怕是鱼最多的地方，那所有的鱼就会从这个洞里面全钻出去，一点都不给你剩。大家记住这个比喻，你就能理解结构有多么重要。结构甚至比对行情的理解更关键交易的结构比对行情的理解的结构更关键。当然，对行情理解的结构也是更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当然用了一张致密绵密的网，放在我们对行情理解最多的地方。我们用场外指数体系已经对这个整个行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总体性的判断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一张绵密的网在这个地方捕鱼，那当然会获得更夸张的结果，这个盈亏比就海了去了。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每网都是捞了大鱼，而且海量的鱼，那我们就是皆大欢喜，对吧？皆大欢喜。但是如果说二者一定要选其一，你要舍弃一个的话，你宁愿把对行情的理解给舍弃，也不能理解对交易结构的舍弃。交易结构是最关键的。好了，今天就讲这些啊，也聊不少了。然后未来有空我可以再开一期。这几天，前段时间比较少，然后就给大家聊的也比较少。未来如果有空的话，会多开几期。大家晚上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推，然后我会发之前，Swiss 之前我有可能会提前给大家预告，大家到时候可以上麦一起来跟我聊聊天。那这一轮就到这儿了，大家早点休息，拜拜。